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不远处的火奴双眼中迸射出惊人的光芒，萧炎脸色一变，急忙让薰儿等人快退。这些斗圣火奴要自爆了。除了萧炎控制的那名火奴，剩下9个全都跑到人堆里自爆。进入妖火空间的强者再度折损大半。就在萧炎等人为逃出一劫松了口气时，不远处披头散发的魂灭生手掌一拍虚空，一个足有万丈庞大的黑色大阵出现在天空上。大阵的中心正好锁定着下方的净莲妖火。魂灭生说这是封印妖火的最佳时机，他让古南海6人助他一臂之力。古南海等人认出他施展的是天罗封魔阵，危急关头他们只好将各自的能量输入大阵。魂灭生的脸上浮现一抹狂热，大喊着天罗炼火化为本源。净莲妖火被巨大的黑色光柱击中，光柱中诡异的分解之力让他身体表面的火焰变得暗淡，妖火直接化为一团足有1000丈庞大的火焰形体。在他的疯狂挣扎下，黑色光柱隐隐间变得有些扭曲。魂灭生7人再度调动体内的力量，有他们源源不断的斗气支撑着大阵，黑色光柱也越发的恐怖。净莲妖火毫无预兆的爆炸开，一股股毁灭般的冲击波撞在黑色光柱上。魂灭生抹去嘴角的血迹，各位跟他拼了！他一咬舌尖，喷出一口金血射进光柱之中。随着他们7个的疯狂拼命，光柱中妖火的身体开始迅速缩小，魂灭生的手印急速变换，黑色光柱瞬间化为约莫1丈左右的黑色圆柱，圆柱中一团乳白色的火焰缓缓升腾。净莲妖火被封印，魂灭生7人也都伤痕累累，气息萎靡。但很快魂灭生大笑一声，说着此番合作当真是愉快。他的脸上闪过一抹怪笑，手掌对着光柱猛地一抓。今日多谢各位了，我魂族记得各位的这份情。在场的人急忙回过神，纷纷怒骂魂灭生果然不是个东西。哼，想要取走妖火哪有这么容易。黑色光柱在距离魂灭生只有10几丈距离时，方向突然被转换。魂灭生顿时大怒，他急忙转过头，冲着魂风和副店主怒喊：还不抢妖火！早有准备的萧炎背后的青红古翼迅速浮现，一把抓向光柱。同样注视着局面的魂殿副店主当下就朝萧炎攻击而来，萧炎变抓为拍，一掌将光柱拍向薰儿等人。与此同时，他的黄泉指对上副店主的攻击。萧炎和副店主暴退间，其他人终于反应过来，纷纷抓向黑色光柱。一位高级半圣的老者刚抓到妖火本源，正在狂喜间就被数10道攻击炸成一团血雾。萧炎瞄了一眼混乱的局面，随后将疗伤的丹药丢给紫妍和古南海，让他们2人尽快恢复体内的伤势。就在萧炎再度出手时，专门盯着他的副店主也跟了上来。萧炎心神一动，那个被他暂时控制的火奴和薰儿、古清扬等人将副店主给拦了下来。萧炎握住黑色光柱，用力一扯，却发现光柱纹丝不动。魂风握着光柱的另一端，至今为止还没人能从他手中抢东西。那从现在起便有了。魂风阴冷一笑，萧炎自傲的便是他融合的异火，今日他就让萧炎看看他们究竟有多不堪一击。魂风纯黑色的眼瞳中闪过一抹极端诡异的紫黑光芒，他的掌心中爆发出一股奇异的吞噬力道。萧炎发现他手掌上的异火正一股股的被魂风吸入体内，这些异火一进入魂风体内，萧炎就失去了和他们之间的感应。见识到魂风的古怪，萧炎果断地将光柱踢飞，然后一道道威力极强的斗技对着魂风招呼过去。魂灭生看到萧炎和魂风打得不相上下，眉头一皱。要知道魂风虽然只是2星斗圣后期，但他的战斗力可是足以媲美3星斗圣的。没想到萧炎2星斗圣初期的实力竟然能和他抗衡。萧炎发现魂风的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有着吞噬的神效。魂风缓缓抬头，萧炎若是只有这些手段，那这场战斗便可以结束了。说罢，魂风施展出魂族族纹，实力瞬间突破到3星斗圣的层次。萧炎也施展出萧族族纹，他的灵魂分身也在身旁凝聚。灵魂分身一出现，萧炎就施展出5轮离火法，他的分身则开始施展黄泉天怒。由灵魂分身施展出来的黄泉天怒威力比萧炎自己施展更加强悍。
魂风脸色凝重，身体表面开始涌出紫黑色的斗气，隐隐间还有着一丝火苗悄然窜过。一个紫黑光柱从魂风嘴中喷出，化为一道镜子般的光幕。凡是接触到魂风的吞天镜，不论是异火还是能量，都瞬间被吞噬成虚无。在萧炎的狂猛攻势下，吞天镜破裂，魂风急忙暴退。萧炎仰天一笑，一把将黑色光柱抓在手中。手掌触摸到光柱的刹那，萧炎感觉到其中隐隐传来细微的心脏跳动声。他刚想抽身退开时，恢复好的魂灭生直接破空而出，将萧炎所有的退路封锁。魂灭生的手掌对着萧炎的脑袋狠狠抓去，此时的萧炎根本无法躲避，他快速后退出一些距离，一朵五色毁灭火莲出现。毁灭生的速度快得可怕，一下就出现在萧炎面前。萧炎将毁灭火莲甩向魂灭生后，并没有后退，而是直接将火莲引爆。魂灭生怒骂萧炎简直是疯子，一股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，火焰风暴持续了将近10分钟。等风暴散去，下方的岩浆海域出现了一个万丈庞大、深不见底的巨坑。一脸苍白的萧炎和紫妍的身影浮现。萧炎看向风暴消散的地方，嘴角带着一丝血迹的魂灭生出现。轩儿等人脸色微变，顿时将萧炎团团围住，目光警惕地看着魂灭生。魂灭生的视线停在紫妍和古南海身上，他古怪一笑，抬起手掌轻轻变换了一个手印。魂灭生的气息顿时暴涨，直接达到了5星斗圣初期的层次。古南海怒斥魂族是远古种族之间的约定，于无物。魂灭生淡淡一笑，说自己只是侥幸半只脚踏入5星而已。他一步步走向萧炎等人，让他们将妖火本源交出来。紫妍的脚步朝前一踏，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射向魂灭生。魂灭生屈指一点，金光巨龙瞬间爆裂。古南海说他和紫妍消耗太大，而魂灭生似乎很快就能恢复。现在就算是他们俩联手，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萧炎手掌紧紧抓着黑色光柱，让他放弃妖火本源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魂灭生冷笑一声，直接出现在萧炎面前。小辈受死！就在他一掌即将抓住萧炎天灵盖时，一只干瘦的手掌出现在萧炎头顶。无知后辈，岂容你说死便死！萧晨屈指一弹，直接将魂灭生的手掌弹飞。原本10拿9稳的一掌再度横生变故。魂灭生脸色阴沉地看向萧炎身后，你是何人？萧晨走到萧炎面前，目光紧紧盯着魂灭生。既然是魂族之人，那便杀了。魂灭生眼瞳一缩，语气中满是不可置信。怎么可能？萧族早已破败，怎么可能还有斗圣强者？伴随着萧晨一步步踏出，他的气息越来越高涨，越来越强悍。短短几息的时间，萧晨便突破了4星，达到了5星斗圣中期的地步。萧晨手握血斧，快如闪电般对着魂灭生3人劈去。魂灭生脸色一变，在将魂风2人震退后，他吐出一颗半丈大小的黑色光球，但不等黑色光球爆炸，就被血斧生生劈裂。萧晨施展出破天3斧，魂灭生的肩膀到小腹处浮现一道狰狞的伤口，隐隐间还能看到其中蠕动的内脏。萧晨有些诧异，显然是没想到魂灭生还能活下来。要知道，在他的那个年代，可是有无数强者都陨落在这一招之下。魂灭生连忙结出一个黑色光幕，将他和萧晨囚禁其中。他朝着外面怒喝：魔老，看了这么久的戏，总该出手了吧？萧炎脸色一变，他们没想到魂殿竟然还有强者隐藏在此处。不远处的人群中，一名高级半圣摇着头，一脸失望地走出来。伴随着他的走出，他的脸上出现一对长长的黑色眉毛。古南海和其他远古种族的长老脸色十分难看。魂魔老人，魂族真的想要破坏约定不成？魂魔老人微微一笑，约定在妖火本源下其实并不算什么。魂魔老人的目光转向不远处的虚空，小蛋塔的老怪物，既然老夫都已经现身了，你还何必掩掩藏藏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